会想，起床时间可以用闹钟和意志力去完成，但入睡时间就没办法控制啦。嗨，大家好，我是阿维。在上一个影片已经让大家了解了睡眠的推荐时长，如果还没看的，可以先过去看一看，再倒回来，那你就会更明白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了。好了，上一集说到要如何提高睡眠品质嘛，首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人类的睡眠规律。人类的睡眠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入睡阶段，人的身体放松，呼吸和心率开始变慢。第二阶段，已经入睡在浅眠阶段，这个阶段也很容易被唤醒。第3和第4阶段，深度睡眠，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容易被唤醒了，人的血压、呼吸和心率都达到了1天中的最低点，血管也开始膨胀，白天储存在器官里的血液开始流向肌肉组织，滋养和修复它们。第5阶段，快速眼动睡眠 REM， 这时眼睛会快速移动，大脑也会变得非常活跃，这阶段也被称为积极睡眠，一般上做梦都会在这个阶段。在 REM 睡眠，人的血流量、呼吸和大脑活动也增加到几乎相同的水准，作为你醒着的状态。在这一阶段，人的腿和手臂肌肉然而进入一种瘫痪状态，这是为了阻止你做出梦里的动作。这5个阶段会来回交替，从入睡到第1阶段，进入第2阶段、第3阶段、第4阶段，然后再回到第3阶段、第2阶段，再进入 REM 睡眠，这就算一个睡眠周期。一个睡眠周期大约90分钟，一般人一个晚上通常会经历4到6个睡眠周期。要达到高的睡眠品质，至少要拥有5个睡眠周期和完整的黄金90分钟。所谓黄金90分钟，就是睡眠的第1个周期，因为在第1个睡眠周期的深度睡眠阶段最为长，之后就会越来越短，然后你就会发现到最后就不存在了。反之 REM 睡眠就会越来越长，所以也就是说人的睡眠会越来越浅。那么要达到好的睡眠品质，说白了就是要有不中断的良好睡眠周期和保持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也许你会想，起床时间可以用闹钟和意志力去完成，但入睡时间就没办法控制啦。有时在床上翻来翻去，怎么样都睡不着，即便算好睡眠周期，设好闹钟也没用啊。好，那这里就说几个能帮助快速入眠的方法。研究显示，当皮肤温度跟人体深层温度的差距缩小时，也就是体温下降时，会比较容易入睡。这里有个方法，就是睡前约1小时泡10到15分钟的温水澡。泡温水澡体温会上升，泡完后体温会慢慢下降到原本的温度，这时就是睡觉的好时机啦。另外，人体在夜晚时会分泌褪黑素，一种让人们进入睡眠的技术。但是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人日夜都对着手机、电脑，因为这些电子产品屏幕有较多的蓝光，这会误导身体认为是白话时间，从而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所以要好的睡眠，睡前1小时或至少30分钟内最好不要接触手机、电脑或是其他电子产品。相反的，起床后立刻到外面或拉开窗帘，让身体接触到阳光，也会加快褪黑素的下降，从而更快进入高精力状态。如果你是躺在床上思绪一直无法停下来的人，也许可以试看这个方法。睡前可以把脑袋里的待办事项或觉得值得考虑的事情写下来，例如让脑内的资料档案移到纸上，然后告诉自己，现在暂时不必多想，好好睡觉，明天再从纸上拿回来。多数人不易入睡的原因是身体肌肉太紧绷的关系。睡前15分钟可以试看做肌肉放松练习，从头到脚每个部位伸展或收紧，保持4到5秒，然后放松，接着到下一个部位。做完你会发现全身放松较容易入睡，但要注意不要过于激烈，反而让体温上升。最后，想一觉到天亮，睡前就不宜喝酒或咖啡啦。也许有人会想，喝酒不是会比较容易入睡吗？酒让人容易入睡，但会使人不容易进入深度睡眠，也容易在半夜中醒来。咖啡也是如此。
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要好的睡眠品质，就要有不中断的睡眠周期，所以酒或咖啡就不要在接近晚上时喝啦。好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按个赞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想要看到更多科学或是心理学小知识，欢迎订阅，也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最新影片啦。我是阿伟，那下个影片见。